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下不上，我是珊珊，我是菠萝。那今天呢，我们想来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是跟我们自己录制播客有关系的。对，我觉得在这方面，首先就是很感谢珊珊，我觉得就是从头开始，从规划到现在，其实很多工作，准备工作呀，然后自己就是设置好这种 RSS 这个源，我当时都完全就不清楚，然后各种号啊，然后还有跟一些剪辑的朋友沟通，我感觉我真的就是我只是在这儿就是开始说了，但珊珊背后做出了很多努力吧。你说努力，其实我也得感谢你，你知道吧？就是为什么你看起来我做了这么多努力，一方面是说我确实也做了很多准备，但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这些准备其实都是准备了太久了，准备太久了，对，就是一直在准备，一直没有做出来，对。OK， 就是有我相当于正好给了你一个这种契机，对对对，就让你能够开始 OK。Yeah, 对，我觉得就是录播客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俩都听播客嘛，对吧？然后我当时想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说比如说我听李诞的播客，就当时你作为一个听众的时候，你听他就是没有那种很主播腔嘛，不是那种很正经的，你就觉得他就是生活里说话呀啥的，就觉得好正常啊，就会有一种那应该我应该也行吧，就是这种很自然的交流啊、聊天呀、表达呀什么的。但事实上好像不是啊，就是对，我自己回去听我第一、二期，我能听出很多我的，我相信你也能听出你的，就是啊，原来在声音里我是这样啊，我怎么这么多口水词？对，完全跟想的完全不一样。然后就赶紧趁着这个话题，我们就重新回到我们这一期的主题上面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最近就至少我自己也是疯狂看了很多播客，但是这个就跟之前不一样。我最近疯狂看播客，就是专门奔着说看看那些主持人或者看他们那些主播是怎么样讲话、怎么样聊天的。然后正好我就看到了，过年之间这一期看到了无聊斋聊的一期，他们在聊之前热议的话题，在聊章泽天和刘嘉玲的那一期播客。因为章泽天那一期播客等于说是出圈了嘛，他不仅仅是在播客圈很火嘛，因为两个人都是名人。对，话题性太大了。对，他们当时就是针对这个播客做了个 reaction， 然后他们那期标题我有点忘了，反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从一个已经成熟的播客主，然后来给章泽天打引号的提意见，然后他们就讲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和观念，然后我们就觉得那至少他们聊的这一期，我们看他们的 reaction， 我们可以对他们 reaction 再有一个 reaction， 因为我们确实从里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们也就针对这期话题，从他们聊的里面，我跟菠萝就互相想了一些跟对方想提什么问题，针对他们聊的内容。对，所以我们今天想讲这么一个话题。是的，我觉得补充一点，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播客，我们俩这个播客一开始创建之初，我们是奔着非常就是轻松写意的那个路线去的啊。但是录到现在来说，我觉得至少从听感上，我觉得至少我听我自己的部分，我听不出一点轻松，我觉得好沉重。但是你要说我和很多就是真正很懂那边方面的人，你说单从说信息密度呢，好像我也不是说那么专业，我就觉得我需要学习，就像珊珊说，这是一个可能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别人的这个轻松感，像李诞也好，他们如聊斋也好，轻松感需要学习的。对，这是个很大的话题。我觉得其实他们这种轻松比那种专业更难，因为这种大部分人是放不下来的。对，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就是吃这碗饭的，很多时候就有观众缘，对，或者说他就是一个很幽默的人。Yeah，but anyway， 就是对，我们可以就是来根据他们这一期的 reaction， 然后来说说我们的感受吧，好吧 ？OK，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一点，我就可以正好先问你第一个话题吧，就是因为你刚刚也说到了，说你听你自己的聊天，你会感觉特别累。你有没有？那比如说你前面针对着
他们聊的这些话题，你有没有想过，或者说你就先自己回忆一下，你觉得这种类除了说是我们是素人不太会表达，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是因为觉得主题不够松散吗？还是说是谈在哪里呢？好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正好和我当时听他们播客里有聊过这个信息密度的这个，他们用了个信息密度这么一个词儿，对吧 ？OK， 我可以当时回顾一下，就是他播客里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当时大家有人问，就说你们喜不喜欢听章泽天这个播客呀？然后有一个人说我好像不是很喜欢，就是他们虽然承认说像章泽天这种闲谈类节目，其实闲谈类节目本身的价值就不是信息密度，就是奔着轻松去的。确实大家可能在一个很舒适的空间里，然后听一个这种稍微轻松一点但是又不是完全就是口水化的东西，本身就是它的价值。然后呢，那里面有一个嘉宾呢，他又觉得好像信息密度太低了也不行，就他又想，比如说他在章泽天的那个播客里，他可能比如说聊到一些他们里面举了个例子啊，就是刘嘉玲他和章泽天说我当时住这的时候，就是我们这栋楼里啊，张国荣也在，我跟他有很多美好的回忆。然后呢，这个时候章泽天似乎就略过去了，就没有接这个话题。虽然说信息播客可以轻松，对吧？可以信息密度低，但是有的人觉得这里信息密度是不是应该高一点呢？就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吧。对，这是一个关于信息密度的就是一个引子。然后回到我自己来说呢，我觉得我可能有一点过于追求信息密度了，就是我自己没有逼着我自己说你一定要说高信息密度的话，但是我感觉就是可能就是我自己还没有改过来的一个东西吧，就是怎么说？就是因为有时候你跟其他人聊天，或者说我之前跟其他人聊天，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信息密度偏高的那种聊天，但是我的这些信息不一定对所有人都有用，对吧？这它是对我的信息而言。对。然后这样子的话，我说了太多的事实 fact， 但是呢，我觉得播客其实感受很重要。就我听播客，我不喜欢听大道理，我喜欢听感受，我喜欢听故事。一开始我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但我觉得我没有做到。OK， 对，大概懂了。对，你说这点，我先不说我吧，我先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前两天我们那个播客发出来之后嘛，发出来之后，我们不是在小红书上面看到有人说在聊，然后就说互相听一下，然后有一个也是另外刚开始做播客的人，他来听了我们播客之后，他在我们那个账号上面留言，我不知道你看到那个留言没有，他就说哎呀天哪，这太像我们平时，因为他也是做程序员的， OK， 说太像我们同学群里面日常聊天的对话的感觉。OK，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方面，我不能说是说，虽然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说人和人可能整体上一样，但是确实因为我们的上学啊、培养啊、受到的训练，整个日常对话、日常聊天逻辑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有可能日常聊天就是聊到这种很不尴不尬的状态，就是日常闲聊。也没有真的那么闲聊，看似是在闲聊，但是大家其实互相都是说脑子里是抱着那种在辩论的想法，说我一定要绊你一下，一定要赢你一下，是吧？这种感觉，或者说是在索取信息，有的时候，对，就是说你想你跟别人聊天，你肯定是对那个人感兴趣嘛，对吧？就是你跟他感兴趣，你才跟他聊，所以说你有很多想问他的这种从好奇心、兴趣使然的东西，从他身上获得信息。所以说，在我身边的大多数聊天就是的场景，我觉得密度感会偏高一些。然后呢，比如说回到我记得我前几期经常说那个找工作呀、什么 AI 呀啥的，但其实仔细一想，有太多人讲的比我好了，就他们不用来我这听 AI， 我不是说最好的，二我也不是角度最新颖的，我并不觉得这是不好的事情啊，我觉得这现在也算是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试验嘛，就是我首先得找找感觉，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先找找感觉，先聊一聊，看自己聊得怎么样，哪些方向我们俩
就是发挥的比较舒服，哪些方向其实我们发挥的也比较卡的。OK， 那我也说下我的感受吧。我说一下，第一次听到菠萝说的时候，头2期剪辑是我剪的嘛，我自己剪的嘛，所以剪的时候我一开始没有意识到问题。菠萝跟我说了之后，我那个地方我重新去听，我才意识到问题。然后我回过头来，我才发现为什么我之前没有意识到问题，是因为我剪的时候我是2倍速剪的。OK， 我2倍速的时候，很多东西那些内容或者说是错误我听不出来，包括说是我们日常聊天说话可能时间非常长的停顿，在2倍速的时候我会一下就6个手，就好像还好啊，没有什么问题。对，这是一方面。对，再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包括我说2倍速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在剪辑方面，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包括我平时我不知道菠萝或者大家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平时反正我自己日常看视频或者说是看各种书籍啊或者怎么样，都是习惯2倍速的。就除了怎么说呢？除了说那种我特别想看的那种文艺类的电影或者说是音乐我肯定不会2倍速，因为2倍速了就完全听不出来了。对，但是其他的东西我都会习惯于2倍速而且我一开始也真的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但是后来确实我有一次也是听了一个数据，听了一个理论，说你日常不要长时间只听2倍速的东西。他说的是不光是说我们刚刚说的感受会变，他还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说是因为你在2倍速的时候，那个音频很多高频的波段你会听不到的，它会被过滤掉了。如果你是长时间的是戴耳机听这种2倍速的东西，长时间对于你耳朵是一定程度上是有损伤的。OK， 我觉得2倍速我也喜欢倍速，但你发现就是当你2倍速，就是证明着你吸入信息的这个带宽就会很高。那这个时候你听东西都是这么高频，那你表达你也喜欢高频，就是又跑到我们前面那个说法，我们说话就是不自觉的，就是单位时间内说东西很多，但它的密度高，但不代表它有用，或者说它产生了价值，或者产生了什么感受，就是这个东西不能够划等号。这是一方面吧，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我们就是觉得累，主要一方面就是因为说的太快了。然后我想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包括我听像无聊斋听刘洋他们讲这些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包括你说的为什么他们说的就是说信息密度，我觉得一方面说讲东西，还有一方面就是你刚才其实也有提到一点，就是说讲故事。对，你说讲故事是不是信息密度高呢？其实我反而觉得讲故事是能够稀释它的一种方式。人喜欢听故事不是说因为它信息密度高，而是因为故事有节奏，有跌宕起伏，而且更容易被记住，就是你的一些发现或者观点都很冰冷，或者是特别的平坦，但是它如果配上一个故事的话，会让一个是更容易听下去，二一个是它也会没有那么就是呆板吧，或者说对，就包括录这一期之前，我跟菠萝聊，就是我们这一期准备阶段，当一开始菠萝跟我说我们来录一个关于这个的 reaction， 他说那这个不会显得很死板吗？又是我们在说理论什么什么的。他一开始说的还不是这个，他一开始说什么来着？我想想，对，他一开始是说我听完了太长了，我根本记不住，你让我总结或者针对他们来提问或者说做反应，我不知道该选什么，他们有太多可以讲的东西了。对，我当时就跟他说你就找2个点就好了，一个点就是你听完之后说，我跟他说要找2个点去记录下来就好了，我是跟他说你从头到尾听一遍，不要想着回头看。第一个，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是听到朋友说这句话，你会说那你说到这个我要说的可太多了。一个是这样子的点，对，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听到之后你会说停一下，跟我展开讲讲这里是怎么回事。对，我觉得只要是这2个点能够抓住的话，或者说是我们日常其实对话中都会经常有这样子时刻，对不对？那包括说我看他们那些著名的主持人，或者说被说主持很好的那些人，他们其实所谓的抓住的那些反问或者追问的点，其实都基本上应该是符合这2个
我刚刚说的这两种形式的对话方式的那个点，因为这其实就是大家都普遍会感兴趣的那些内容，我是这么想的。是的，是的。好，然后这是信息密度的一段啊，然后下一个的话，那就我来问一下好了，就是 OK 第二个部分，当时是我听到那个章泽天他在采访刘嘉玲，刚到他们家里去，就是因为这个，我就突然在想，哎，假如说你采访刘嘉玲的话，你会如何破冰？因为当时无聊斋那个里面，他们说章泽天的破冰破的不够好，他们说应该有的人开玩笑，应该是递上牛奶过去。对，当时把我笑死了。对，我觉得这个为什么可以延伸到我们这儿呢？假如我俩以后就是邀请另一个朋友或者一个就是人想过来一起分享一下，相当于说我们也要采访他嘛，就是我们要跟他破冰，可能也是可以给我们借鉴的一点。就是如果说，那问珊珊，如果说你采访刘嘉玲，或者你采访一个一开始不是很熟的人，你会想怎么去破冰这个事儿 ？OK， 我先接一下菠萝刚刚那个话。菠萝说他那个记得最深的是。当时应该是六兽说的吧，说提一箱牛奶过去。对，这甚至是他们那一期的标题。对，我印象里面是这样。对。然后我印象最深的也是两个特别无厘头的回答。一个他就说我压根就不会去，因为他的采访是章泽天跑到刘嘉玲家里去的嘛。OK。然后你要说我想怎么破冰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像田径老师一样吧，就是我会通用的说让他做个自我介绍，但是我可能会强调一句，就是不是要让你按照跟大家说我什么地方最厉害，我是想让他介绍说，如果说你今天已经去世了，你的墓志铭上面想写一个形容词或者写一句话，你希望大家写或者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OK， 会不会太沉重了？也没有，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对，这样是可以，我感觉，只是说你不一定要这么去，就是你破冰的时候不能这么跟观众说吧，就是说你那确实是有一点冒犯。对，或者你可以对你就是说，就是我们大家，我猜你想表达，就是假如说有一个。地位稍微高一点，然后采访刘嘉玲老师嘛，地位比较高的那种，就是大家都很熟悉，对吧？我们都知道他，维基百科呀、百度百科，大家其实也都能查到刘嘉玲是谁，但是很想从他自己嘴巴里听出他想怎么介绍自己，就是不是维基百科，不是百度百科上面的他，是他觉得自己哪一方面是他觉得最自信、最骄傲的那个部分，可能是不是一个方面？对，可能我刚刚那个问题不应该放在开头，可能适合用于做总结之类的，就或者中断，就是情绪渲染到了，一般都是把情绪把它渲染到了之后说，如果你总结一下，你会总结自己怎么样？对，我开头我可能还是会想问这种问题，但是我可能会说，你能不能先简单给一个形容词？希望大家怎么形容你？只给一个词形容你，跟大家这么开个场。然后我可能对，我觉得我会像这么问，比如说今天如果本来我是一个单人播客，今天菠萝你来了，我可能就会问你说来今天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你希望大家说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只说一个形容词啊。现在让我说吗？你可以试着想一想。让我想一想，只说现在的话，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做到，但是我现在是我最希望做到一个品质，就是我希望我是个诚实的人。就是诚实的人意味着我是一个表里如一，我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虽然这个其实挺难的，但是我觉得我以前会有一点，我会有虚伪的时刻，就是说我有时候脑子里想的和表现出来的有不一样，可能我表现出来会遮盖我的一点不堪或者啥的，对吧？你看这话题不就来了吗？我紧接着我就可以问你，对吧？那你说诚实，你平时你过去是有哪些事情，你印象中你觉得你不诚实的，或者你经常觉得你不诚实的点在哪里呢？这样话题就很容易就展开了，对吧？话题就来了。对，这个我们可以到时候再说。如果我要 OK， 那换过来，那我问你的话，假如说珊珊，
欢迎来到我的播客。就是你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希望别人就是怎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现在简短的话，我可能会希望大家觉得我是一个有趣或者说不无聊的人。我会希望大家能每次见到我都会说，或者说每次碰到一个新的东西会觉得哇，你跟我想的印象里的你，或者我以为你会做的那件事情不一样。就是你希望你是一个 unpredictable 的人。OK， 就一直有奇思妙想的那种，对那种人。Interesting。对，就说到这个自我介绍，当然就是播客破冰是一种场景，对吧？就另一方面，我想到，因为我最近不是上周才换工作嘛，那就是惭愧的来说，虽然其实3年前就工作，但是当时也疫情刚过嘛。我离我的办公室也很远，其实去公司去的没有很多，跟当时，然后我自己之前的团队也不在我当时那个城市的 office， 所以没有什么那种面对面跟同事交流的经验。然后上周就是我感觉我在高强度跟人就是社交。就因为换工作对吧？你换工作不可能不社交了。对呀，就是我在想，换照我以前，我可能就真的就不会去主动约他们说，哎，我们要不要约个半个小时，然后聊一聊。现在1周下来，我觉得我可能聊了10来个人吧，我觉得这是绝对我以前不会做的。然后我现在非常庆幸我这么做了。我可以说说为什么，就是最直接的一点就是，有时候你们在一个楼层走来走去，对吧？其实大家有的不知道名字，但其实脸大概也知道你是这张脸，但是你是叫什么名字啥的，可能不一定知道。只要你约了那个30分钟的，就是闲聊，你们跟他随便讲了30分钟，大家都是很好的人，你们面对面就不尴尬了，就突然一下子就会觉得看到是熟人了，就会你嗨一下我嗨一下，然后说可以稍微说一点今天天气怎么样啊，就是上周末去哪玩了呀，然后对吧，然后如果是男生的话，最近还看球吗？就是这种很简单的这种切入点。对，这如果是我的话，我破冰可能会从这种小事开始。OK， 但是这种破冰就是属于比较日常的那种对话开始，比较日常。我顺便问你一下，你约的这些人都是跟你是同职级的，还是说上一级下一级怎么样？目前来说都是同职级的。目前如果说不同职级，那肯定就是我跟我加一，对吧？我加一的那个新的经理聊天，我觉得有不一样，就是没有闲聊了，就是直奔主题，就是我现在就是到上周入职到现在，我现在干了些啥，然后我想干什么，想干的这个事情上呢，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风险或者什么东西在 block 我，阻碍了我的进展，就是特别直。那其实就是工作汇报1on1的那种。对，工作汇报，对，不是那种闲聊。OK， 就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很忙，加尔特别忙，就他开会从来都不开完就走，就是你会觉得就会觉得时间很宝贵。你说这个点，我真的觉得开会从来不开完就走了，特别像那种事业单位里面的那些那种老总老板之类的。对，我当然我不是不能理解他，就是他确实会很多，就是他参加这个会很多时候就是大家那个词不一定恰当，就是希望求着他把他拽过来让他开，希望他听一下自己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比如说啥，当然不是我，就是比如某个团队在做什么，然后当他听完了他自己最感兴趣的话，然后并且产生完就是一顿就是对话以后，那他觉得他本来是个1个小时的会，他可能开个40分钟，最重要的 part 走了，那他就走了，他不会说其实是没问题的吧？对，其实是没问题的，没问题，我觉得对，还会更就是这个团队就明显感觉大家没有，当然其实我觉得还不错，我不讨厌，就是大家就动作很快，就不浪费时间，就是搞完了就撤，那挺好的。I see， 对，我可以尝试回答一下，因为虽然我跟我现在的加2还没有真正的面对面单独的聊过，但是我跟在我之前的那个团队里是有的。我觉得和比你地位高的人聊天，首先不能怯场，就是因为你跟他聊天的目的肯定是想从他身上就是知道一些信息的嘛，对吧？对。
因为他时间也宝贵，然后你好不容易约到了他，我觉得就是你要非常的明确你要问他什么样的问题，就这个问题你在问他之前，你要好好的自己想一想，你首先这个问题值不值得问，假如说就30分钟，你就给自己3到4个问题的机会，然后这4个问题是不是你现在面临最重要的问题，并且它能很好解决的，然后你尝试写一些自己是怎么想的，然后问问他的看法。就是如果你的问题不具体，他的帮助也不具体。就是如果你的想听回答假话，有没有一个框架呢？你按你刚刚说的，你说你要写，你跟他说你回答了什么，你有没有一个框架呢？这个就有点偏方法论了，我可能还没有总结到这么细的部分。你没总结，我正好顺便说一个我最近听到的，也是OK，你说。最近听到，原来那个央视主持人现在后来出来当老师，那个张泉灵说的。但是其实我也不只听他，我还听很多人讲过这个话，包括听樊登好像也讲过类似的话。OK， 他就说怎么跟别人提问，尤其是那种时间很宝贵的人。他们提到的方法跟你差不多，但是说的更详细。首先，跟他说我学到了你的什么东西，或者说学过你的什么东西，然后说我按照你的方法去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再具体到我具体做了哪些事，然后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碰到了什么问题，然后再来说我该怎么办。OK， 而不是一上来就说我该怎么办。对对对，就是你说的对，就是具体嘛，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在北美这边，大家总体来说都是很会说虚伪话的这种感觉。Okay. 就大家很会说一些听起来非常 nice 非常好听，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信息的话，大家是很会说的，美国人特别会说这种。对，所以就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来，额外补一点，就从这一点上面就能看出来，不要老说什么美国人不懂人情世故，对啊，那的不存在。是的，是的。如果你们大家没有听过我之前上一期还是上期聊，美国人是那种在 party 的时候和对方一直端着杯子聊3个小时，当成一个娱乐活动的民族。我觉得很吓人。很多假话 ，but anyway。好，对，我们说到自我介绍，然后再说那个播客里说跟那个刘嘉玲破完冰以后嘛，有聊到刘嘉玲她有说过代表作这个事情，就是她突然跟大家说，哎呀，好像我当演员也当了这么久，虽然也很有名，她就觉得哎呀自己没有代表作。就是你是怎么看代表作这个事儿的？就是首先你先说说刘嘉玲好了，然后可能从刘嘉玲这里再看看能不能够引起一些什么可以别的想说的。啊，你是要我说刘嘉玲的代表作吗？还是没有没有，对你可以理解，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理解的想说，你可以说也对，你可以说他也可以不说他，就是可能就我当时听到觉得代表作这个事儿。OK， 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吧，因为刘嘉玲的代表作，说实话，我看她作品不是那么多，我一下也想不起来。让子弹飞，这是我唯一想到的。啊，是。我很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港台的作品。台湾的新作品倒很多，但是都是那种年轻演员了。但是这是另外话题。对，我想到代表作是什么？就是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我想到了鲁豫和许知远，他们做节目，他们做13+1或者做鲁豫有约的时候，上他们节目嘉宾的人，所有的嘉宾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会被问一个非常固定的问题，就是大家通称的上价值的问题，或者是题眼的问题。OK， 好像应该是我印象中，包括说原来的什么，从崔永元原来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访谈类节目，就都会这样，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一个固定的问题？我后来就想到，一方面是说，类似于我刚刚说我们开场提问我会固定问一个问题一样，它看似是说我们想固定的从一个人身上或者从他人身上获得什么，但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展示我们自己是怎么理解一个人怎么形成，或者说是理解别人之间的区别的。然后我不知道你对于写论文的那些学者啊专家的看法是怎么样，反正就我的观察，
包括说我看了一些文章，可能不全面，这个可以你补充或者反驳一下。就是所有的学者，哪怕是大学者，实际上他的人生母题，他的科研母题只有一个，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包括你说爱因斯坦，他可能有很多特别厉害的论文，对吧？那首先他最有名的就那2篇，其次，对，他这2篇其实也是沿着一个方向在钻研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代表作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存在，而且是有一贯性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它是一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人生母题。总结一下，就是你刚才想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作，是吧？然后我自己的思考就是，我为什么当时这句话有点戳我呢？就刘教你说这个的时候，因为外在大家都会觉得他有代表作，就看你怎么定义代表作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会觉得那让子弹飞是代表作呀，对吧？然后或者说一些别的当然我没看过的，他可能当时为什么他变得这么有名，肯定是因为一些作品，对吧？那我们如果外人看的话，那这就是他的代表作。然后我在想说，从自己角度，就刘嘉玲他自己不觉得，就他自己不觉得那个是代表作，他可能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觉得如果你拿这种发论文来说的话，那他想发这种 Nature Science 的论文，但是呢他现在发了很多也很不错的，比如说新英格兰这种，但其实也很好也很好，但他就是觉得我想发一个那种诺贝尔级别的东西才行的那种感觉，要不然就不叫代表作。我觉得可能是每个人可能会对自己的这种要求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我倒觉得不是要求的问题吧，你说的这一点我可能改一下我的，或者说我重新说一下我的描述啊，可能就是刚刚说的不太准确。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单纯聊代表作而不是说人生母题这个话的话，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因为他人眼中的这个人的代表作和他自己心目中的研究方向不一致，未必一致。就比如说举个例子说，就像很多人可能不了解黑格尔这个哲学家，或者说只听过他的名字但不知道他是谁，但是绝大部分人一定听过存在即合理这句话，可以说这句话对于绝大部分人认知来说就是他的代表作。但是你如果跟他本人去说这个话，他可能会说你太片面的理解我了。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在的，就有点像你说刘嘉玲的，你跟他说这是他的代表作，他不会觉得是这样。对，是的。我觉得从代表作我想想我会自己怎么想，就是人想有代表作，我觉得是一个挺天生使然的一个事情，就是可能人就是想留下一点痕迹，或者再追求一点影响力，或者怎么样的。哪怕说到我自己吧，我自己其实这一次换工作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希望能够参与到一个能够更加帮助大家的一个产品制作里，其实就相当于我想追求代表作这个事情。所以说怎么说，就想追求影响力这个事情可能听起来像毒药，但大家也都还挺往上，我想往上面去追寻的。对，当然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啊。因为我自己又想到另一个例子，就是我当时我爸他有一个本科还是大专来着，大专同学，他是个东北人，一个叔叔。他呢就是一直在东北的一个工厂里工作，就是那种航空厂吧，然后也是一个工人嘛，整体来说收入水平啊啥的都比较稳定，也没有什么特别惊人的天赋或者啥的，就是一家3口嘛。但是他有一个很让我记忆犹新的特质，就是他会从他女儿当时其实是姐姐啊，就是我应该叫姐姐，从他女儿1岁的时候到现在已经可能34、5、35、6了，还会每年就是3个人去照相馆照一个特别精致的这个全家福。然后我当时想，哇，就是好有能量啊。我反正觉得这个太有仪式感了。对，我觉得至少我们上一代人很少有人不说父母，就是我觉得就不光是国内这一代，就是整个
世界上我觉得往前推个30-50年，整个世界上在经济那样上行走的时候，没有多少人会有这样子的精神追求，更多的是偏对，而且尤其是一个男性，然后还有东北男性，当然可能东北男性大家也挺顾家的啊，就那个叔叔就不是那种就是东北人的那种特别就咱哥俩好干酒的那种，他是感觉特别的和蔼的那种，就待在一起很舒服，他给人待在一起就是很温暖的感觉。所以说那个姐姐也是一个我觉得特别温暖的姐姐，就可能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下来，你跟她说话如沐春风。对啊，我就觉得就是说像这种事情，我们在外人看来当然会觉得这个事情很温馨很特别，但是在他本人看来可能因为对于他本人来说可能这甚至只是其中一件这样子的事情。对，是。然后以此为契机吧，我觉得可能我稍微总结一下，就是你说我当时提出来这个问题说代表作，你可以追求世俗意义上的就是影响力，对吧？就是想让影响更多人，让大家更多看到你，或者你做的东西想让大家用到，为大家产生价值，就是广义的一个方面。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作为一个修身齐家的方面的话，我先顾不了别人，我顾我自己。我给我家人就是创造一个很好的回忆，就是这是我很就是自豪的代表作。或者我对我自己，比如我这一生，我觉得我都是一个，就像我回答说我想做个诚实的人，我就没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我想干的都干了，就是我们没有什么遮遮掩掩，我对我自己是诚实的，这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代表作。OK， 明白了 OK， 所以这个问题就结束了，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吧。问题好像没什么了，看看你当时有没有什么没有人想问但是特别想讲的。对，有一个我特别想讲，你说，就是他们当时有讲到说表达欲这个事情。一个是我这2天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因为我正好又看到了刘洋今年年初的时候在小宇宙上面的一段演讲，他的开场特别有意思。他说前面有点不太记得，但他中间说就去年就2025年这个时间有6万多人在小宇宙开始做播客对，然后他说借着这个话来说为什么大家愿意做播客，他后面举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例子，反正意思就是说大家明明知道说的多错的多，说多了就会被误解，说多了就会被骂，为什么大家一定都还愿意来表达，是因为表达欲真的是压抑不住的。然后我就想到一点，就是前2期我自己单人录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点，就是说画画的群里面大家都喜欢说自己是 I 人，自己平时不跟别人讲话或者不愿意出门。对，我就在说这个现象是对的，但是不出门不代表你真 I 啊。你如果真的 I，你为什么会去画画？你为什么会在线上跟大家那么贫嘴的去聊天？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市面上大家好多时候说我是个 I 人，只是说懒得去跟别人解释。就有点类似于说怎么说呢，像我们过年的时候回家，就是家长问你催婚或者说催生小孩的时候，你的敷衍回答一样。我觉得这种说自己是个 I 人其实是比较敷衍的回答，绝大部分人是对OK，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感觉大家现在好像碰到个谁都说自己是 I 人，现在我身边概率70-80%都说自己是 I 人，就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他其实另外一方面，我说是别来烦我，另外一方面怎么说呢？就有点像是现在很多做视频或者做什么，我们说话之前一定要层层的叠加。就是我一开始跟你说了我是个 I 人，所以后面我不搭理你，或者因为这些造成的问题我不负责。对，我这个倒觉得有点，就是当然就是从你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这样的 I 人，我感觉就是有一点先给自己设定一个这种界限，像或者是一个这种不负免责声明，
对，就是冷场了不怪我，或者怎么的。我自己说到这个话题，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 I 人啊，就我测了我这个 MBTI 已经测了好多遍了，就是 I 和 E 这个方面从来就没有偏过，永远都是 I 人。OK， 然后我也一直觉得自己，因为他当时最本来的定义就是说 I 人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自己独处获取能量，E 人就是要通过别人获取能量的。我说明最确切的例子就是我来这边有一个朋友打篮球的，他有时候叫我出去打球嘛，然后上周是球场 A， 然后下一周他说，哎，我们去另一个地方打吧。我说为什么要去另一个地方打？他说去另一个地方打可以认识新的人呀。我说那人你认识吗？你去新的地方认识人？我说不认识啊， Okay. 那有什么关系呢？我这就是纯艺人，我感觉这种就是感觉就是他会觉得说他需要跟各种不同的新认识的人去相处，哪怕反正就待着就高兴，就待着就会想跟人家聊，哪怕不认识，然后成为朋友。我觉得我有时候是跟他挺像的。哦，这样吗？但是我是那种脉冲型的。OK， 然后我先说一下之前吧。之前我是很长一段时间也觉得我是个 I 人，包括我身边很多人也觉得我是个 I 人，因为我平时确实不怎么讲话。但是也是包括我后来我刚刚说那些事情嘛，我有很多事情我在想，包括有很多东西，我同一条消息，就原来我同一条消息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我会在不同的群或者说给不同的人发，哪怕是同一条消息，我可能反复发，我就觉得那这其实不就是分享欲吗？你能说这不是分享欲吗？对吧？这肯定是，对，而且我恰恰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一点，就是关于 I 和 E 的定义一样，我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反馈的。至于说这个事情他怎么反馈不重要，跟我是冲突是相同相反都不重要，我就是想跟别人交流，就是跟他说，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有这么个感觉。表达欲是的，对，所以表达欲这个很重要。就是当然，因为我自己是 I 人嘛，我也有表达欲，我觉得我也话很多，有时候我对象甚至觉得我话有点太多了。OK， 我稍微快速补充一下，今年有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今年可能因为是我对象的原因吧，对象他当时在 LA 那边交了很多新朋友。然后正处于当时去年年底是什么感恩节啊、圣诞节啊，然后元旦，然后中国过年，然后有元宵节，就感觉我就觉得好像从去年11月底到就是2月就赶过2个月的节，在此期间很多新朋友，然后大家约着去吃饭呀，去玩一些桌游啊，或者我当时学了怎么打德扑，然后还有玩一些 Switch 我老早都积灰了，但这一次跑去玩，我惊讶的发现自己其实很开心啊。我以为觉得我自己应该不会，但我发现其实就是 I 和 E 回想起来，其实它重要吗？其实也不应该拿这个不是那么重要吧，对，定义自己。对，我就像你刚刚说这个点，我刚刚不是也说嘛，我觉得虽然说我感觉我实际上是个偏 E 的人，但是我也是脉冲型的，就是社交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吸收能量，对于有些人来说是耗散能量，但是不管是吸收还是耗散，它都有一个满或者是亏完的时候。对，完了之后那段时间我还是需要补充。对，我觉得是个动态的，而且我自己觉得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是需要和人接触的，就是人没有办法真正离开人，我感觉。我不知道我当时有没有聊过这个例子，就是就是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当时一个小村落里有一个当时有个道长，他住在一个这个小村落能够看见小村落的一个半山腰那个地方，然后当时呢就可能发生地震或者洪水啥的把那淹了，这个时候整个村子就迁移到另一个村子去了，然后呢大家会觉得诶，那个道长该怎么办呢？他一个人因为从来不跟人接触嘛，但后来发现那个道长也搬家搬到了这个小村落另一个山的半山腰去了。OK， 就是我也觉得这个虽然是个 I 人吧，就是可能人本身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群体啊，多多少少人没有办法完全真正意义上的离开
就不跟别人接触。我觉得人是需要通过和别人接触来得到灵感，或者是得到一些什么的。但这可能是我片面的想法。这也不算片面吧？你说这类我们掉书袋装一下，就社会学上有个定义啊，是人所有关系的总和嘛。对，就是人都是社会动物。你其实代表的不仅仅是你自己，你更多的是代表你身上所有的关系，所有的 title。好，然后这个是 I 和 E 的这个分享哈。对，我想想我有什么补充呢？我看到你写了一个入寐这个东西。对，这个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就是当时我听那个播客，他们有聊到说，就是刘嘉玲，别人问他就说，诶，刘嘉玲她当时香港是那个叫什么什么班对吧？表演班，就当时20-30岁的时候会进一些表演班什么的。对对对，有点像是要培训班。对，差不多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说，刘嘉玲就会觉得自己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眼光最好的，也不是演技最好的，但是他一直觉得自己很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他就是很坚韧、很坚持，就是他不放弃，他觉得这是个好机会。然后那个时候嘉宾说起入寐这个词，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刘嘉玲是个年轻人嘛，对吧？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就很流行，就说哎呀去魅了，就是去魅了，这个东西不就是那个啥吗？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他不就是也那样吗？就是然后自己开心最好，就感觉好像过去这2年的这种叙事好像就是这么一个叙事吧。他突然聊到这个入寐，就完全是一个相反的事情，对吧？对，我就觉得会想入寐对我现在的年轻人意味着什么，因为可能现在年轻人有点太祛魅了，就祛魅过头了，可能。我稍微简短的说一下我自己的，看你怎么想啊？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做一个年轻人，或者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就是我是一个理论上资产最少的人，就最没有失去的人。就是失去我本来就钱包里没几个子儿，对吧？然后我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我年轻，我血厚，我容错率高，就是我可以去入寐，就是我入寐的这个资产非常深。你让60-70岁的人去入个寐，他可能真的有点入不动了，他可能太多顾虑了呀，就是有太多牵挂了啥的。但我现在就是说我年轻人可能唯一的优势就是去弄了，然后去入寐，去干一些事儿吧。就是你说你干的这个事儿重不重要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有执行恐惧症，就是大家每次想到一个事，比如说就说做播客这个事情，OK，我就觉得，比如说你也半天没开始，对吧？我也想过想不想搞播客，但我也半天没开始。我一开始我就会想很多呀，我就说，哎呀，就这么多人都搞播客呀，对吧？其实真正能被听到的没有几个人呀，然后很多人播放量也很差呀，然后如果你要做这种自我平台，有更好的平台，你去做抖音啊，你去做小红书啊，为什么做播客？就你脑子有给一堆的理由，就是去不做这件事情，然后对。但是我现在非常庆幸我当时做这个播客的选择，哪怕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人听啊，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东西就是做了就有用，就你想是没用的，就是你做了就有用。我指的是你做了成功就当然就最好，对吧？做了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信息，没有什么水花啥的。一个是比如说我锻炼了我就是表达呀，对吧？然后一个是我知道现在播客是个怎么弄的了，对吧？对。另一方面我在做播客剪辑，我才发现原来播客剪辑这么复杂呀，就是有口水词啊，有断呀，有的时候还要补一句啊，或者啥的。就是你会发现如果假设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做生意来自于痛点，对吧？就是当你自己用的时候，你只有去做了，你才会发现有个东西原来有很多你不知道的痛点，然后你有了这个痛点，你才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些你可能想的生意。所以说我就觉得做了就有用，就你好了就赚钱，不好你就发现有人在痛了就是赚钱的方法可能有点俗了啊也不是，就是 make your hands dirty 嘛对，是的，对，就是你要永远到一线去，到现场去嘛。你说到这一点，我当时是想到什么呢？就是
因为这点最早在节目里面提到入媚这个词也是钱津老师提出来的嘛，因为钱津老师真的很会总结，很会提问题，他自己有单独的一档播客。他当时提到就是一开始是说祛魅这个词和入媚这个词，我一开始听到祛魅这个词的时候，我联想到的是前2年特别火的一句话，就说人生在世我们一定要学会2件事，关你什么事和关我什么事。OK， 这其实是有一点摆烂的态度，但是一定程度上就有一点点跟我刚刚讲说大家为什么普遍的会说自己是 I 人一样，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压力这么大的环境里面，大家确实就会倾向于说是摆烂躺平那样子。真的想躺平，我觉得大部分人肯定也不想，但是这是一个防御姿态。对，是的，就像刺猬，我首先把刺竖起来了，因为感觉到外面的危险了。对，但是就像我刚刚举的刺猬的例子，但是这样子做的好处就是肯定能保护到自己，坏处就是你永远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了。是的，对，所以我觉得入媚从这一点上来说是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说入媚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说又有点扯回到刚刚菠萝刚刚提的这个例子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有点想问入媚这个事情了，因为菠萝说他那个是东北的叔叔，对吧？对，他每年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在做一件入媚的事情。我觉得所有的这种，就是我们前2年讲说，生活要有仪式感这个事情，对，本身就是相当于是一定程度上算是一件入媚的事情，就是我要给一个事情本来没有意义的事情，我要强行赋予它一个意义。对，我赞同。对，这是一方面啊。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都没有做过，就是刚刚菠萝也提到了，我们都没有做过，怎么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失不失去的？我最早体会到这个概念是从哪里呢？是从关于耳机这方面。OK， 我们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带着我包耳机嘛，然后包耳机是吧？对，一开始我真的就是对耳机没有概念，然后跟着他我听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耳机，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也逛过耳机吧，看到很多人聊一些奇奇怪怪的话题。我最早听到这个词是因为就是说耳机圈里面有一个叫退烧嘛，就你听完了所有的东西之后会找到一款属于自己的各方面都均衡合适的那个耳机，就叫退烧了，那款耳机叫你的退烧款。我后来就想，其实我自己平时出门，或者说换了一个新地方，我去当地找饭店也是这样子的。我一开始那1个月1-2周或者半年可能会各种各样的饭店去试，每个店去一道菜吃或者怎么样，但是完了之后我可能就会精挑细选1-2家，就成为我的类似于食堂一样的店。对，我觉得就说怎么样叫祛魅？祛魅的前提是要先入了魅才能祛魅，祛魅的前面第一个字是去，而不是你一开始就失去。不是有一个很经典的寓言例子吗？说有一个富豪在海边晒太阳，有一个老渔夫在海边晒太阳，有个富豪看到他说你为什么在这里休息？他说要晒太阳。他说你应该赚钱呀。他就问我赚完钱能怎么样？赚完钱你就有很多很多钱可以怎么样？然后呢，你就可以悠闲的晒太阳了呀。渔夫就说那我现在不就在干这件事情吗？我觉得常规来讲，我们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在讽刺说那个人，说那个富豪，说对啊，渔夫不就在做他做的事情吗？但是我觉得是有区别的，就是你有钱躺在那晒太阳，和你赚完了钱，或者不管怎么样，你体验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之后，你回来晒太阳，是不一样的。对，我赞成。我就还有个类似的故事，当时听脱口秀，当时有一个广西的脱口秀演员，但我有点忘记他名字了。就是他一直每次当时是参加过节目，但是节目表现的不好。然后呢，但是他线下搞得特别好。然后他就是当时我在看他一个就是专场的时候，他在线下弄的，他就说现在大家都说就是说挣钱嘛，就说很多人年轻人说，哎呀，那些有钱人
不就是有钱嘛，也没啥好羡慕的，也没啥吧，这有钱不就那样嘛。对，他说他也很想说出这句话，然后但是呢，他就是说，哎，我还是不是应该先有钱了再说这句话呢？就是你没钱，你怎么能知道有钱就那么样？就是他就觉得我先想赚一下钱，我要先成为有钱人，然后等到有钱了以后，我再看这句话是不是对的。如果真的很有钱了，再说啊，确实有钱也就这个样，然后那个时候再说。他想，他觉得这个可能才是一个闭环路。对，我觉得可能跟这个钓鱼的例子，对对，这我好像看过那期节目，反正当时也有人聊过这个话，就说你有了之后，你选择不要，可能真的是你不要，但你没有的时候，你说你不要，可能未必是你真的不想要。对对对，是的。然后我当时突然想到一个第二个角度，因为刚才算是第一个角度吧，第二个角度说说这个入昧和祛魅这个事情。就是我在想，每次我入昧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才在讲，你入昧的时候，很多东西其实并不是很有意义的东西，比如说我扭个螺丝呀，对吧？有时候我听个耳机，有的时候甚至是很无聊的东西。但是我联想到《心流》这本书，就是《心流》这本书，它核心的观点就是一句话，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讨论幸福感的一个书，就是人怎么样才能产生幸福。它科学的解释是说，当你的内心从一个很混乱的状态变成一个很有序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的说就是科学角度是从就熵增变成熵减的一个过程，从混乱变成有序，那你就会产生心流。你只要心流，科学意义上你就会变得幸福感。我觉得这个和入昧其实很有联系，就是你干一个，他举了个例子，就是说哪怕你是一个比如说妈妈，她就是假设是个家庭主妇吧，她就是每天给就是自己的孩子准备饭的时候，她就会有心流感，他就会感觉到很幸福。就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如果你结合这个东西一看的话，因为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内心的秩序是非常有序的，他没有想别的，他没有想哎呀我应该干这个呀，我是不是又错过那个机会了，那个地方我好像也能看一看，哎呀好像都不是很重要，算了，祛魅了，就是这样。脑子很多，就是你一直在想要不要去入昧要不要祛魅的时候，你脑子其实又在刷小短视频啊啥的，就是感觉整个人是很混乱的。但其实你尝试去入昧，从一个地方上，从一个点，从一个面到一个点，尝试去看看，就是虽然它可能不会经济意义上或者从世俗角度上给你带来什么，但是至少你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你是一个很心理熵减，是一个很有序的状态，其实就会产生幸福了，就有幸福感了。对对，那你都有幸福感了，那你还追求啥呢？对吧？对，那个我记得应该是切克斯米哈赖吧，作者。对，他当时写的这本书，就是它里面也就谈到了说，做任务的时候，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容易进入心流。对，应该就是这本书，它翻译不一样。它里面就谈到怎么样容易进入心流，他当时定义了一个名词叫适当的挑战，就是说对你来说太难的东西或者太容易的东西都不容易让你进入心流的。对，就像我们如果过早的祛魅了之后，就通常我们就会可能就是要么就觉得这个东西太没有意思了，或者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我做不到，干脆放弃了。对，通常我们能够进入忘我的境界，进入心流状态的时候，就是因为做这个事情手上做得很顺，脑子可以开始不用想了，慢慢的就进入心流了。对，是的，对，这样子不过现在说的好像我们劝大家去做一些难的事情一样，不过没有，我们最终落脚点就在于说要找到一个自己合适的没有那么难的事情，自己确实喜欢没有那么难的事情呀。是的，至少先尝试一下，就是试过之后再说自己不喜欢。可以不喜欢，但是试过之后再说自己不喜欢。那我最后还想额外补充一个点啊，就是因为我看到当时菠萝在记录的时候也提到了连续表达这个点，说错了可以删，然后其实我当时也记了类似这个点，不过我当时记录的点记录的他们说的话不一样。我记录的话是在说当时他们都会说
刘洋和六兽他们给别人做播客的建议，就是说双方不要强行就被带入对方的节奏。就我就想到我们第一期还是第2期双人聊天的时候，我们自己在那段其实已经被删掉了，但是菠萝当时就说他本来在上价值的一段话，最后被我一句问话给打断了节奏了。然后我当时就想到了这段话，就是他说他后面突然一下就接不下去了，当时好像真的愣了有10秒钟吧，我们2个人都就停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OK， 对，我就想到他这一点，他就说如果说不会接的时候，可以不进入对方的节奏，先把自己想说的话讲完。我有时候在想，这个点不一定是只出现在日常聊天，我会发现有那种特别会当领导的人，他有的时候他也是，他就一定要先把自己说，就这个不一定是个好例子啊，但是他们确实会先把自己想讲的讲完。OK， 对，是的，就是对有的时候，比如说，因为每个人都是大家的可能想表达那个情绪点不一样的时候，对吧？比如说有时候你说的一些点，然后你一直在表达，对吧？然后呢，我可能没有特别就是听懂，就是没有太听懂啊，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像你那么就是接进去的时候，然后看来就是按刘洋的例子来说，就是这个时候呢，就不用强行去接了。就不用强行去顺着他的话，要觉得啊，他说这么多话，我一定要回应他才能怎么样？因为你跟他已经可能不在一个就是能量层了。这个时候你就说哦，我觉得这样说的挺对的，对，你说的对。还有一点，他们说对的时候，就会说他们通常说对这个字的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在表达认同，对，就是我该说我的了，只是在转移话题。对，你这个话我有点接不下去了，我应该是我的。我就不添乱了，就如果插不上什么别的话了。没有，这只是一个补充啊，我就觉得我们以后可以多用一用。对，是的。OK， 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也基本上就这样了，主要是我们自己相当于给自己做一个复盘，看一看未来可以怎么样聊得更好。当然如果有也在听或者说是也同样刚开始做的朋友，也能起到一点借鉴作用吧。对，谢谢大家。对，那这期就到这了，大家拜拜。好，拜拜。